一个渔夫来到河边钓鱼，看到水面不断翻滚，他大喜间连忙甩出鱼竿，大鱼很快上钩，只是渔夫不管如何使劲，却始终拉不上来，最后连他自己都跌入河里。当水面归于平静，岸边竟然出现了一排湿润的脚印，不待渔夫叫出声，又有女子肚兜凭空立了起来。周围的村民循声望去，不明物已经穿好衣物，一个无头人影径直从众人面前走过，到了路口还朝他们回头，村民们吓得直喊见鬼。人影戴上头纱来到马路，碰巧遇到一支迎亲队伍，这家人行驶嚣张跋扈，家奴在前面开路，将百姓直接轰倒在地。无头女路见不平，决意要将他们好好教训。她先抢过来一面铜锣凭空敲打，接着又抢了一只唢呐丢在一旁，之后还玩起了新娘的凤冠。众人大白天活见鬼，吓得纷纷逃离。管家不信邪，赶过来查看，也挨了2个巴掌。然后一匹无人驾驭的马跑了出去。新郎家里，父亲陈其龙还在等着迎亲队伍，忽闻手下传信说花轿闹鬼，又被抬回了娘家江南总舵。众人疑惑不已，新娘满是委屈回到家中，父亲涂大海大怒，此人乃是江南最大黑势力总舵主，他并不相信管家的鬼怪之说，反而怀疑是陈家想要赖婚。涂大海叫出手下黄山三郎，让3人跟管家去镇上打听打听，是什么人敢惹到他的头上。几人来到酒馆吃饭，遇到一个戴着斗笠的女子。黄山三郎人如其名，好色成性，想要揭开女子面纱一探真容，不料此人正是无头女。几人调戏不成，反被女子暴打一顿。刚才你不是要看看我的脸吗？女子摘下斗笠，几人大惊失色，管家更是被吓晕了过去。黄山三郎逃走回去复命，涂大海亲自带人在半路拦住女子，他命令手下动手抓人。黄山三郎一阵犹豫，无奈老大有力，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和女子打了起来。女子武功高强，几人根本讨不到半点便宜，就连涂大海都不是他的对手。这时亲家陈其龙带着人赶到，也加入了打斗中，毕竟人多势众。几个回合后，涂大海一刀把女子的斗笠打掉，他们直接傻眼，原来真的有无头人。接着女子把衣服一件一件脱掉，彻底不见踪影，只有一把宝剑凭空飞舞。吴大海等人防不及防，不多时就被打得落荒而逃。随后地上的内衣飞了起来，夜幕降临，一个装有衣物的斗笠径直飞向客栈，客人们都以为见了鬼，纷纷逃走，更有胆小者跪地求饶。他们竟看到地上有一双赤脚在行走。女子走进一间客房，穿好衣服，不一会儿就慢慢露出真容。女子名叫银珠，她并非鬼怪，而是一个隐身人。原来银珠奶奶耗时30多年，一心研究隐身神药，前不久终于有所突破。她让孙女儿喝下隐身药，银珠成功隐身，只是奶奶却兴奋过度，直接暴毙。4时还不小心将解药打翻，只剩下了一小口。由于解药太少，药力不足，从此银珠只能白天隐身，到了黑夜才能恢复正常。白天遭遇涂大海围攻，银珠越想越气，决定晚上再去教训一下他们。他来到涂家后院，又遇到了被他吓晕的管家，他直接说出自己是无头女，把管家吓得连连后退。这时涂大海的女儿听到动静，跑出来与银珠动手，不料却被一掌拍晕。涂大海闻讯赶到，命令手下进行围攻。银珠将这群人耍得团团转，黄山三郎的老大王玉身手不错，可见连他一爪都抵挡不住。银珠也不恋战，几个回合后就跳墙离去，独留一脸愤怒的涂大海。这个丫头不仅武功高强，还会隐身，这个仇要如何去报啊？涂大海一筹莫展之际，一个手下想到办法，要制服这个女子，只有去请天地双老。这2个人，一个是瘸子，一个是瞎子。瘸子内力深厚，可以隔空控制物体；瞎子听力惊人，拥有听声辨位的能力。涂大海献上礼物，并说出隐身女一事。2人一听大惊失色，立刻回想起悲惨往事。原来10余年前，他们去抢银珠手上的隐身草药，结果被银珠的奶奶发现，2人联手都不是对手。老二被砍掉双腿，老大被戳瞎双眼，隐身人很可能就是当年的小女孩。他们隐居于此，苦练10年，如今是时候找对方报仇了。银珠应邀前往江南总舵，天地双老一番确认，发现银珠正是仇人孙女。瞎子上前与他近身打斗，瘸子在一旁按施冷手。
银珠不是两人的对手，扔掉衣服想要隐身逃走，不料瞎子能听到他的脚步声，瘸子甩出剧毒暗戟无钩环，将他打成重伤。银珠逃得一个山洞后晕倒，所幸此时已到晚上，一名神医上山采药，发现了现身的银珠，在他的及时治疗下，银珠这才捡回一条命。第二天醒来，神医发现了银珠隐身的秘密，银珠也记起眼前的神医自己在客栈见过，当时他正在给别人疗伤，看得出来神医是个老实人。银珠不禁放下心来，在神医的悉心照料下，银珠体内的余毒慢慢去除，两人也渐渐互生情愫。回到山下，银珠决定去找涂大海报仇，可他刚离开，神医却遭到涂大海管家的跟踪。管家发现神医不会武功，轻松将他抓走。银珠悄悄来到江南总舵，意外发现涂大海女儿秀凤竟然和王玉有一腿，他抓住这对奸夫淫妇，等涂大海等人来了后，当着众人的面把两人的丑事抖了出来。涂大海听后火冒三丈，女婿气得更是咬牙切齿。可是秀凤出来后丝毫不见慌张，竟对着丈夫搔首弄姿，这让情妇王玉看不下去，随即一剑扔下了她。女儿被杀，涂大海恼怒至极，一刀将王玉结果，又命人杀掉三郎另外两人。这时涂大海已经失去理智，还想将亲家一起除掉。银珠见他们狗咬狗，直呼好玩，他本想从涂大海那儿打听天地双老的下落，却意外得知神医被涂大海关了起来。银珠救出神医，两人回到山洞静养。第二天，涂大海又搬来天地双老，再次与瞎子交手。银珠自知不是他的对手，只能边打边退，最后索性脱掉衣服彻底隐身。他拿着宝剑和瞎子对打，神医则在旁边制造噪音，瞎子的听力受到干扰，银珠趁机一剑将其刺死。没有瞎子听力帮助，瘸子找不到银珠的方位，所施暗器全部落空。不料此时正值昼夜交替，银珠慢慢显出身形，瘸子大喜，他使出绝招隔空控物，一度让银珠好不难受，就连涂大海都被误杀。好在银珠很快找到破解之法，使出奶奶的绝招凤回双轮，一刀就砍中了瘸子。敌人都被消灭后，银珠和神医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。只是神医得尽快研制出破除饮食的解药，要不然就只能晚上才能和银珠相见了。